我本不想烦你，谁让你以王德为主，以我为父？我不服！既然在这里受窝囊气，不如到北边去吃香的喝辣的。臭皇帝，你跑不了了，束手就擒吧！本将军带你去五国城，和你的家人团聚。你这比金人还要奸佞的狗贼！要朕去五国城，朕宁死不去！拿你的人头去投进也不赖。末将救驾来迟，请皇上恕罪。好，今天一起杀出去，大宋不灭。好，皇上坚持一会儿，我敌大军就要来了。好，朕等岳飞前来。怎么办，将军？将军，怎么办，将军？皇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恭喜张大人逢凶化吉，逃过一劫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，力琼已经带着5万人马和10万百姓投金了。既然你已经都知道了，那还恭喜我什么？我现在哪里是逃过此劫，我是在劫难逃啊！皇上一肚子火没处撒，一定拿我问罪。我该怎么办呢？秦大人，救我！你救我！力琼在你眼皮子底下投了金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你办事不力，责罚是免不了的。不过责罚也分轻重缓急，只要你在皇上面前言语得当，我想他会网开一面的。如何得当？淮西兵变，你难辞其咎。如果你见了皇上，只是就事论事，在这里面绕来绕去的话，我看你这项上人头肯定不保，神仙都救不了你。可是，如果你跳出这个圈子，将矛头指向别人，那么你不仅可以脱罪，没准儿还会得到皇上的封赏。
请相爷赐教。哎，皇上，您没事吧？皇上，皇上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给皇上拿水！皇上，力琼带了5万人马和10万百姓投了金人。御林军赶到时，张大人仍不见踪影。继续再追。是。水呢？怎么还拿不来呀？经历了苗刘、淮西2次兵变，皇上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武将弄权。如果你能将矛头指向岳飞，你觉得皇上会怎么想？皇上会更怕。相比之下，对你的怒就不算什么了。那岳飞可就大祸临头了。齐相国，你这招1石2鸟，高啊，真是高啊！去哪儿啊？去面圣啊。去面圣吧。你们这些废物！淮西兵变，5万大军，赵大人，皇上让你进去呢。走吧。张大人，该你了。罪臣该死，罪臣罪该万死。宣岳云觐见。臣岳云叩见皇上。岳爱卿，救驾有功，快快请起。要是大宋多几个像你们这样的父子，朕就高枕无忧了。这把宝剑，随朕从归德一直走到这里，现在朕把它送给你，你以后要用它平奸除逆。谢皇上。起来吧。
这次要不是岳爱卿及时赶到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！哦，对了，你是怎么知道厉琼会兵变的？微臣不知。那你怎么会出现在那边？我爹让我送奏折给皇上，正好遇到贼人图谋不轨。奏折？啊，皇上。臣眼疾有发，若朝廷无北伐之旨，臣启交赏兵权，还乡就义。回去告诉你父亲，他的奏请朕不准，让他速速回营。是。皇上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您就不要再多想了。所幸有惊无险，皇上龙体安康，已是大幸。朕不是为此事烦恼。今日张俊说的很有道理。太祖皇帝历朝以来，崇文抑武是有道理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100个文臣贪污纳贿，都比不上一个武将作乱，危害更大呀。皇上是不相信朝里的大将军们？朕的江山稳固，必须靠他们，所以朕不得不信。但若全信，对江山社稷的危害将会更大。那皇上现在有何打算呢？朕现在还没有想好。不过日前，金营传来消息，要与朕议和。朕在想，与其让那些武将们打打杀杀和金人纠缠不清，倒不如和金人暂时议和，平分天下。你说这样可好啊？这种朝廷大事，臣妾怎么知道？臣妾进宫前只是一个卖豆腐的。卖豆腐好啊，等朕老了，牙齿咬不动了，就天天吃你卖的豆腐。皇上，你又取笑臣妾。所谓与子偕老，不就是你取笑我，我取笑你，这样过日子吗？你说能过这样的日子该有多好啊！可惜我能不能等到那一天，很难说啊。皇上，朕的江山来之不易，朕真不想像太祖皇帝那样沦为孤魂野鬼。朕要安安稳稳地和你守住这江山，守住江山就能过太平日子。朕发誓，朕宁可错杀忠臣，也不会再让像淮西兵变这种事情再次发生。
可能他母亲知道没有足够的奶水养活他，所以先把他丢下。但他知道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娘娘应该明白“宇文虚中”这段话的道理吧？你也是来给金乌珠当说客的。宇文虚中不敢。我只想对娘娘说，连一只刚出生的小狗都明白生存的法则，明白弱肉强食的道理。你不用跟我讲什么道理。其实，我并没有跟你讲什么道理。宇文虚中只是想起，在我儿时家乡发了一场大水，当时我们3个兄弟都被大水冲散，娘身单力薄，只能救1个孩子，她选择了我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2个哥哥被大水冲走。没有选择的选择。是啊，我娘特别疼我，对我特别的好，因为我是她唯一的亲人。就像现在四太子也是你的唯一。娘娘，珍惜啊。我明白，我知道。我哥和金兀术之间，迟早会有那么一天的。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罢了。娘娘深明大义，我相信四太子心里也一定不愿意这么做，这是他无法逃避的选择。你一定很想念你的家人吧？当然，日日思念。可是我没有办法，与其自暴自弃，倒不如先想办法照顾好自己。或许有一天，我会等到和我家人见面的那一刻。你看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不是给你做的。不是我的那是谁的？你给哪个野汉子做帽子，还当着我的面？哎呀，不是野汉子，这是给我哥哥做的帽子。
我！你放开我！原谅我！你可以恨我，但你不要离开我。宇文徐州，出来！宇文徐州，快点儿！是爹。小宝，我的儿娘，娘，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是我派人接他们来的。没想到你还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，是不是啊，小宝？别怕，谢四太子，你们先好好聚聚，回头我再找你。爹，小宝，娘，吃点菜。小宝，小宝哥，多吃点，吃点啊。来，爹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等不打仗了，我们就回去。嗯，那什么时候不打仗啊？总会有这么一天的。你真的投靠了金人啊？娘，您怎么这么说呢？来，小宝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好。外面有好多马，你要不要骑马呀？要。那好，去吧。当心点啊，小宝。哎。娘，金人险恶，不小儿连累了你们，但是你相信儿子，孩儿绝对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家乡父老的事。你们忍耐一下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们出去的。那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吗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还有什么事情比娘，比你的亲生骨肉还重要？两方交战，自古以来，只有在马上打天下的，从来没有在马上可以治理天下的。金人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，但是他们绝对没有能力治理我们的国家，因为他们落后、野蛮，所以他们就要学习我们宋人的文化。只要他们学习我们的文化，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学生。那天下的统一，
便会指日可待。但最终绝不是靠金戈铁马、涂炭生灵。生机勃勃。巫主，好。只要铁浮屠炼成，大金勇士必将所向披靡。那多久才能炼成呢？不出1年吧。皇上，如今宋廷要求和议，而我军铁浮屠还有1年之后才能出兵，这……书王有什么就说吧。战呢，则军心不稳，人心不齐，所以和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可以用和议先麻痹宋人，给我们一段时间做下一步打算。和议之事不可儿戏，无论是和是战，铁浮屠还是要早日炼成，这样和战的主动权才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。这好了好了，金兀术，让我看看铁浮屠的威力。是。出发！什么收复中原、赢回2胜啊！皇上以前可能还有这个心，经过淮西这一闹啊，他肯定是断了这个念头了。大哥，那你再上一奏，咱岳家军单军北伐，我就不信拿不回中原。岳家军单兵北伐有难度吧？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。怕就怕以后皇上变成惊弓之鸟，从此以后对北伐之事只字不提。是啊，大哥，你若是不顺着皇上这个心思，恐怕会失去皇上的恩宠，
反而被朝廷那些小人所利用了。个人荣辱，何须放在心上？你们不必顾虑这些。眼下最棘手的是，如何让皇上再下北伐之心。皇上没有处罚张俊，反而升了他的官，这就说明问题了。皇上根本就不想北伐呀！不是皇上不想，而是皇上怕我们这些武将在北伐的过程当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。哎，这壮大有什么可怕的？这军队壮大了可以保卫社稷，保护老百姓嘛。再说了，俺老牛有啥可怕的呀？他要是怕俺对他不忠的话呀，那就把俺最值钱的东西都押到他那儿去。不是你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？你最值钱的就一个贵娘，你舍得押吗？不，那是，那贵娘那啥媳妇儿押不得，舍不得。押得。啊，这倒是一个主意。咱们大将出征在外，如果把家眷押给朝廷，皇上就会信任咱们。为了北伐大计，说不定就得委屈一下咱们的家人了。我给皇上写份奏折。爹，刚才探子来报，有一队大京使者入境，正向临安而去。真的？啊！这娃儿的，这皇上他是又想议和了。大今皇上圣恩，愿将河南、陕西之地无偿归还，还有你们老皇上的棺椁，一并奉还。当然了，宋廷每年需向大金纳贡白银25万两，绢丝25万匹。这哪里是议和？哼，分明是抢夺！大宋久战方息，民生凋敝，百业困顿，今非昔比啊！所纳之数，那可是宋人的脑袋和性命啊！哼！大人说的这些，我可就管不了了。我们是奉大金皇帝的命令，前来江南诏谕的，而且大宋必须废除年号，对大金俯首称臣。这不可能！从此以后，大宋的皇上必须跪拜接旨。这更不可能！这样的议和，丧权辱国，恕不能接受。皇上今日龙体欠安，不上早朝，退朝。这次啊，晋人主动跟咱们议和，居然还割地给咱们，条件很不错呀。是啊，当年每年要给辽河西夏55万两送礼的，现在区25万两，算得了什么呀？是啊，25万两，还个天下太平，这笔买卖啊划算。可是他们提出来要皇上下跪接旨，这个不好办吧？皇上，昨天晚上您一夜辗转反侧，想的可是议和的事。是啊，靖康之乱11年来，这可是金人第一次主动提出议和。这11年来，每天晚上朕都会做同一个梦，梦到先帝、魏后不停地在朕耳边说：“我的儿啊，我冷，我想回家。”所以皇上想要议和。昨天朕想了一个晚上，金人愿将河南、陕西之地交还，还要送先帝还朝。如此优渥的条件，朕怎能不动心？只是，皇上在顾虑什么？那些金人
提出让朕跪接圣旨。朕不是不愿跪，若朕下跪磕头，可以化淮河而分治，让百姓免遭战乱之苦，让太后可以回到南宫。别说是磕几个头了，就算是要朕的命，都可以。若朕下跪磕头，可以化淮河而分治，让百姓免遭战乱之苦，让太后可以回到南宫。别说是磕几个头了，就算是要朕的命，都可以。虽然皇上有分治之诚，思母之切，可是皇上贵为大宋天子，实在不便于大庭广众之下跪拜北京来使。皇上这一跪，可就跪掉了江南民心，跪掉了中原气节啊！朕所顾虑的，也正是此事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诸位大臣都候在大殿之上不肯离去，说是今天必须见到皇上不可呀。朕再说一遍，不见。皇上息怒，这满朝大臣得知议和的消息，都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他们都想知道皇上到底接不接受议和呀。他们一个个看起来忧国忧民，朕到了关键时刻，全都没了主意。朕不知道我大宋养这些窝囊废到底有何用。皇上，恕老奴多嘴，老奴认为现如今可以问计于一人呐。谁？秦大人。秦桧接旨。公公，我家官人他染了重病，不能下床。皇上有要事相召，病得再厉害也得去呀。公公若是不信，您看看便知。姚公公，请回去向皇上请罪。臣有罪，有罪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真晦气。公公，你慢走。公公，你慢走。官人，你这可是欺君之罪呀！被发现了，那可是要满门抄斩的。从吴国城到临安，这一路之上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活得像一条狗一样，被晋人拿着把柄，被皇上呼来喝去，这种日子我受够了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赌一把，要么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要么永世不得超生。那皇上一定恨死你了呀！皇上，他对我的态度，先齐之，后爱之，又疑之。现在起，我要让他拒之。哎呀，这死老鼠，跑哪儿去了？这是，嘿，咦，刚刚还在这儿呢。臭老鼠，跑哪儿去？官人，还不快帮忙找找啊！
你还想逃吗？谅你也挑不出我的手掌心去。哎呀，你还在说些什么呀？这，你抓住了？秦相国，我特地请人从波斯带回一只猫来，这样以后就不用怕老鼠了啊！哎呀，好漂亮的猫啊！哎呦，哎，张大人快坐，我去给你们做些酒菜。夫人，啊，恭喜秦大人！啊，皇上命我请你入宫面圣，我就说嘛，皇上一定会再次启用你的。哎，你赶紧收拾收拾，咱们走吧。啊！现在皇上已经开口了，莫要错过良机呀！啊！你可知皇上找我干什么？皇上现在要议和，正是用人之际。他若不重用你，重用谁呢？皇上现在遇到了难题，这才想起我。若是让他轻而易举地见到我，有了解决之策，难免他日后还会将秦某弃之敝履。皇上几次三番召你入宫，你都借过不出，难道你就不怕掉脑袋？来来来，咱们边吃边聊。再一，再二，未必有再三。秦大人真的就不怕皇上从此彻底的把你打入冷宫吗？张大人，若是一个人腹中饥饿，他不会把嘴边的肉扔掉，就算它是老鼠肉，吃下去也会甘之若饴。张大人，这老鼠肉的味道怎么样？看来你还是不够饿呀！啊！秦桧，一个罪臣，他以为自己是谁呀？朕想用他就用他，不想用他就不用他。现在倒好，变成朕来求他了，他倒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了。他究竟什么意思？难道让朕求他吗？皇上息怒，都是小人办事不力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其他人有何看法？皇上，没有一个折子是有用的，全是废物。皇上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娘，你身子不舒服，没起来。我喂您喝点汤。不用了，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看到了张勇，想起了我唐寅老家，想不到这次南下竟是永别。娘，您一定会回去的。你不
自己知道，人老了就这样了。昨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们一起去看皮影戏。娘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您最爱带我去看皮影戏。8月的初一、15，村口就有人来演皮影戏。我跟你搬着一个小凳子，坐在台下看。哎呦！你看的是如痴如醉呀！等到戏完了，人散了，我们娘俩还舍不得走呢。一晃都20年了，菲儿啊，娘，等娘走了。你要把娘葬在高山之处。娘，您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。活着回不去了，死后我希望能日日望着家乡。张勇说：“庐山就很好。”快点睡。娘，有没有舒服点儿？将来能回去的话，把我的灵柩和你爹葬在一处。老家没人了，你爹的坟头长满了杂草。太有意思了，有意思啊！哇，真不错！哎，看，好，耍得真不错。好，真好。
攒着攒着，就攒了这么多。来，你来吃一颗。这报国的国字，那不单单是指大宋而言，指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之国，指的是人与人之间能和平相处之国。朝廷以仁义为政，三军以仁义为师的泱泱大国。你的州，你的国，也许在眼前，也许在未来。娘，孩儿会记住你的教诲。千里相送，终有一别。您在此入土为安，好生安息吧。爹，爹，你这是看什么呢？提防新围，必有雨。鸡斗牛女，雨蒙蒙。爹，别开玩笑了，你看这天上满天的星星，明天怎么可能下雨呢？看着吧。哦，对了，皇上那边有什么情况吗？哎，皇上整天大发雷霆，骂那帮大臣都是酒囊饭袋。哎，你说，关键的时候连一个给皇上出主意的人都没有。岳飞呢？爹，我听说他老母去世，他上庐山守孝去了，估计这会儿也没工夫搭理这事儿。这么大的事，他不会坐视不理。他爱理不理。哎，你想想，现在皇上考虑的不是战和和的事，而是怎么和。眼下皇上正好没了方向。爹，现在皇上是最需要你的时候。爹，你看看什么时候去见皇上啊？
皇上，你怎么了？还在为议和的事烦忧？皇上为此事，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这样下去，可不是办法呀。不如这样吧，臣妾带皇上出宫走走，皇上觉得怎么样？是啊，娘娘说的对，皇上整日忧心忡忡，老奴担心皇上积郁成疾，不如出去走走看看，多大的烦心事儿，没准儿就都豁然开朗了。好吧，朕就听爱妃的话，赶紧去准备。是。爱妃啊，你可知道，朕第一次看见你，就是在一个像这样的地方。10年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当年王渊、康吕2个人，竟然背着朕胡作非为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过万幸，他们2个人终究算是恶有恶报。但是这件事情至今仍让朕心有余悸。过去的事，就不要再提了。臣妾已经忘记了。你不会还恨朕吧？恨过，可是恨一个人太累了。好，怎么下雨了？来，朕带你找个地方避一避。来。下去看看，出了什么事？是。皇上，听口音应该是从北方逃过来的。年年征战，那儿的百姓好多都躲到南方来谋营生了。真可怜，有家归不得，有田种不得。当年的汴京，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，繁华至极。如今啊，朕唯一的心愿，就是保全江南之地，再现汴京之盛景，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这次议和能够成功，天下就太平了。臣妾相信，皇上一定能够做到的。这次议和事关江山社稷，可是，在朝中这么多的大臣，朕居然是无人可问。唯有秦桧脑子还算聪明，却屡次3番托柄不见，让朕如何是好啊？10几年前，臣妾从父亲手中接过豆腐摊子，生意惨淡。一天，有家酒楼让我们供应豆腐，我们都很高兴。这可是一笔大买卖。可偏偏这个时候，黄豆贩子说要涨价，没有办法，既然答应了酒楼，
我们只好先高价买下黄豆。虽然这笔生意我们赔了本，但这个缓兵之计却让那家酒楼非常相信我们。之后，他们让我们常年供应豆腐，我们的生意也因此渐渐有了起色。爱妃这个豆腐精还确实有点道理。皇上取笑了。姚公公，皇上，秦桧他现居何处啊？在城南，离这儿不远。皇上，就在这儿了。哎，秦大人，皇上来了还不出来见驾呀？秦大人，秦大人，皇上，秦大人他死了。死了？前2天他吐血吐得好厉害的，他死了。皇上。皇上，不知皇上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请皇上恕罪。免礼。谢皇上。官人，真没想到，快起来，皇上来了。皇上，微臣给皇上请安。秦桧有事远迎。官人，平身吧。谢皇上，谢皇上。秦桧啊，没想到你堂堂相国，居然沦落到如此下场。唉，这也怪朕，让你受苦了。微臣惭愧，让皇上挂念了。哦，朕给你带了一些名贵的草药，保证会药到病除。秦爱卿乃是朝廷的栋梁之才，要赶紧好起来啊！谢皇上，谢皇上。哎，快坐。皇上也坐。哦。请。宋今又在商谈议和之事，朕此次前来，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微臣以为，和则双赢，战则双败。此话怎讲？皇上，真宗皇帝的时候啊，大宋跟当年的大辽立下了澶渊之盟，将当时2个县1年的总收入赐予大辽，换来天下太平。而如今花些许银两，就能收回河南、山西之地啊！皇上，
皇上胸怀亲政爱民之心，微臣以为不出2年的功夫，肯定就能赚回这点银券。这些道理朕都懂，然而金人刁难，不但要向他们称臣纳贡，还让朕下跪接旨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是啊，微臣听说金人他们态度非常强硬，毫无回旋余地。若不答应，恐怕这议和难成。倘若如此，我大宋颜面何存？必须要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才行啊！皇上所言极是。皇上，其实皇上可以以热孝在身为由，不问朝政。既然不问朝政，便无需接待金使。那么，不接待金使，也就不用下跪了。好啊，朕总算是没有白来。不过，你说金人他们愿意吗？皇上，秦桧愿前去与金人交涉此事。齐相国，你在这里受委屈了，明日就回相国府吧。秦桧，叩谢皇上。谢皇上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秦大人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啊，秦大人！恭喜啊，大人！恭喜恭喜！
这金人仍不答应，该如何是好？蛮夷之邦，无礼仪可言。与他们说守孝之事，无异于对牛弹琴。朕若是跪拜金人，那朝中那些主战大臣还不得要了朕的命啊！公公，我要见皇上。赵大人，此事万分紧急，不可耽误。皇上现在不方便见你，耽误不得呀！赵大人，公公，哎呀，赵大人你，皇上。赵大人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在外面火急火燎的，你乃大宋重臣，要注重体面。皇上，社稷若没了体面，我们做臣子的何来体面之说？皇上，秦桧乃金人奸细，不能用啊！秦桧，他是一个能做事的人，而你们这些朝中大臣只会嚷嚷着体面颜面。朕不用他，该用谁呀？皇上，别再说了。爱卿若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就先回去吧。朕与秦相国还有要事商谈。皇上，今人虎狼之心，不可合意呀！皇上，皇上，赵大人既如此反对，臣万万不敢再继续下去。这是朕的江山，还是他赵相国的江山啊？秦爱卿起来吧。皇上，赵相国是如此态度，那朝中大臣更不用说了。其实，金人不能接受我们的提议，便是因为明人不说暗话。秦大人如若有什么话，可以直说。皇上，金人一直坚持要皇上跪接诏书，是因为赵大人跟金人和谈的时候态度蛮横，惹恼了金人。一派胡言！君子和而不同，金人狼子野心，我岂可与之虚与委蛇？